为什么川普访华，美股暴涨，比特币却陷入泥潭，挣扎几下就没有动静？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继续跟进一下比特币最新行情。我们来到比特币的日线图，目前比特币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，这一带是关键的临界点。如果说日线级别最后收在这个下面，也就是这条黑线下面的话，我会说对当前的局势来说非常不乐观。但目前来说，好像又在这里反复进行测试，没有彻底的跌下去。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，美股最近好像一直在继续往上涨。回答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会说美股涨对比特币来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？那会不会美股涨完之后就会轮到比特币？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，因为原先做加密货币的人呢要去炒美股会比较麻烦，他不能直接使用稳定币来购买美股，但最近随着 Stablestones 等平台业务的发展，它支持稳定币去购买美股。那这个方式变得简单一些，导致呢只要美股涨，它对其他资产呢都有一定的吸血效果。以前美股涨的时候呢，因为加密货币里面的 USDT、USDC 呢不太能够顺利的去投资美股，那手里的钱呢你就只能去买比特币或者其他货币，那就会因此让比特币价格稍微往上拉一下。但是如果说美股上涨吸引投资者，你手里的 USDC、USDT 又可以直接去购买美股，那么对于比特币来说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情况，因为资金是流出的状态。但就目前来说，它没有完全跌下来，日线级别好像还在这里不断进行测试。我们将当前时间线拨回1小时，看的会更加透彻一些。1小时级别来看，但并没有延续下跌哦，那只是选择在这个区间呢进行盘整。我们来看一下流动性的视角，前面的低点的下方是有比较多的流动性，有两个位置会要额外注意一下，一个是前一代的高点，那这一个位置。就是前面这一带的低点，任何时候突破又跌回来，或者说跌破又收回来，那会认为它还要继续盘整。细心的观众你也可以发现 M 型的话已经形成，很多人看到 M 头往下跌，选择就会在这里呢去进行做空。那其实如果你要在这里去做空，最好等日线级别确定的收在这根黑线下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说猎杀止损，它不会等到日线级别收线，比如说来到这里突破，然后迅速的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呢就收回来。或者说来到这边呢跌破之后再收回来，那这个表明呢它只是去猎杀这个止损，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去向。那如果说突破在这一边一直站在这个上面，我认为它可能会继续往上涨。那如果说跌破一直收在这一个下面，我就认为它会继续往下跌。那这边呢会比较密集的资金费率了。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提醒，如果你要选择在这里做空呢，最好还是看日线级别的收线。如果说只是看1小时级别的话，那最好考虑在这一边是不是有可能进行一个假突破，然后再收回来。那目前来说呢，假跌破的话，就是要把下面这个流动性给它打掉，然后再收回来。我认为这是比较有可能的，所以尽量不要选择在这个地方去追空。为什么呢？你看1小时级别，你可能看不出来，但是你把时间线拨回到一天，你会发现你做空那个点位呢，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关键支撑位，就是之前的前一代的支撑点位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位置呢不是特别好的做空时间。只要是前面这一带的低点呢，没有在确定的日线级别收在下方，那我认为它仍然处在这样一个盘整区间。你要留意的是 VAL 什么时候收回去 ，VAL 一旦收回去 ，POC 和 VAH 大概率会来。讲完了技术指标，我们来看一下宏观面信息啊。导致比特币跌破8万的其中之一原因是4月的美国生物价指数，也就是 PPI 爆了，那月增率的话 1.4%， 市场预期的话只有 0.5%。那年增率的话是冲到 6%， 是22年以来最高的一次啊。核心 PPI 排除粮食和能源之后呢，月增率也有 1%， 年增率 5.2%， 全部都远远高于预期。那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？星期二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已经是 3.8%， 是将近3年最热的数字，结果 PPI 又更猛了。那为什么通胀还这么热？主要原因还是伊朗冲突啊，因为布兰特原油已经冲破每桶$100，而霍尔木兹海峡的供应中断风险还在持续升温。油价如果继续往上飙的话，接下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只会更加难看。年期美债收益率的话已经飙进 4.5%， 是去年7月以来最高。所以跌破8万的话，不是因为什么 fold， 也不是因为哪个国家要禁止加密货币，也不是因为交易所被害，是因为就整体的环境正在经历一场压力测试。比特币呢，只是作为其中一个被波及的资产，但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啊。根据链商数据显示，比特币市场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结构性转变。所谓的信仰买家，也就是长期持有者，他们的数量已经逼近400万颗。400万颗是什么概念呢？以当前8万美元的价格来计算，相当于3200亿的市值。其实不能说市值，是价值。
而这不是一般的增长，这个数字比25年年底飙升了300%，是2020年新冠疫情崩盘以来最大规模的买入潮。你没有听错，就在大家因为 PPI 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，比特币跌破8万的时候呢，有一群人正在以过去5年最快的速度疯狂囤币。那重点来了，这些人绝对不卖币啊，无论价格涨跌，他们就打死不卖。分析师说得很清楚，越来越多的比特币市值正在从交易所流出，进入那些几乎不交易的实体手中，不管价格怎么波动，他们都不为所动。这不是散户的行为模式，这是机构，这是企业国库，这是真正巨鲸正在做的事情。最经典的例子的话，就是 Mike Saylor， 也就是微策略公司啊，他们现在持有818869枚比特币，总共花了620亿美元买的。那已经根据目前价格来看的话，未实现获利的话已经超46亿啊，而且他们在上周呢还在持续购买，没有停过。你可能会问，这样一直买，市场还有币可以卖吗？这就问到重点了，因为目前比特币的总流通量大概是2003万颗，那其中有560万枚已经过10年没有动过，那是早期矿工和中本聪时代的币，基本上可以当做永久消失啊。加上现在400万颗被信仰买家锁仓，你算算市场上真正流通的比特币还有多少？那这就形成一个比较有趣的结构，就是一边以流通供应量正在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，一边是有人花7000万做空，就是有巨鲸呢是传言啊是 Hyperliquid 的早期开发者，他花了7000万美元去做空比特币。我们看一下做空7000万境遇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据传言他是 Hyperliquid 的早期开发者，叫做 Lorico。这个人呢，从25年9月份才开始比较激进的在市场进行交易，但短短几个月，他的历史累计获利已经达到4200万。你现在去查看他的持仓，你会看到什么呢？你会看到一长串的空单，包括4900万做空 Hyper 这个代币啊，1250万做空比特币，800万做空科技股，包括纳斯达克啊、合成代币等等，加起来总价值的话是7000万美元的空头头寸。那看到这里的话，你会觉得就是这么猛的鲸鱼都在选择做空，比特币是不是就没有救？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鲸鱼的历史盈利啊，就是它的盈利全部来自于做多，并不是做空。根据数据显示啊，就是说所有的盈利呢均来自于做多，没有做空啊。那这个还算是比较好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跟巨鲸对着开，就是他们选择做多，我们选择做空，往往还能获利啊。这个现象还挺神奇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啊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。讲到这里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，还有众多新人福利。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，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如果还没有 Gas.io 的账户，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，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。在注册的时候，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，这样你可以获得20%的终身手续费返还。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，一鱼多吃福利多。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。同样，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，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，通过简单的参与，比如说转发帖子、关注，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，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。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。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